校花找我借100万，拿到钱后却销声匿迹。多年之后，经过我的拼搏，终于靠着贷款成立了公司，却被一家集团坑害，导致公司破产，被高利贷追杀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我选择成为一名雇佣兵，整整6年枪林弹雨，但最终靠着复仇的信念挺了过来。不久后，我得到消息，当年坑害我的集团老板娶了校花的母亲为妻。或许是上天可怜我，竟然让我重生到了校花找我借钱的那天。妈蛋，楚梦瑶、陈雅，你们这2个绿茶毁了老子的一生，这次老子一定要弄死你们！我眼神冰冷，低头看了看手机，下午4点24分，上辈子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，楚梦瑶来自己家里借钱，大概过了3分钟左右，敲门声响起，我默默地打开了门。梦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杜哲，我母亲得了重病，医院要100万的医疗费，你能先借我100万吗？他的声音有点小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。10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就算杜哲家里条件还不错，也不是随便就能拿出来的。如果没有那么多，70、80万也是可。没问题，不就是100万吗？我笑着打断了他的话，而楚梦瑶惊讶的捂住嘴，被我的豪爽给吓到。你真的有那么多钱？当然了，我爸妈给我留了不少钱呢，借你100万完全没问题。不过转账金额有点大，过程得验证许多东西，需要把你的手机还有身份证给我。楚梦瑶连连点头，连忙拿出手机和身份证一起递给我。她从来没有接触过100万这么大的金额，还以为需要用身份证和手机操作。我接过楚梦瑶递来的手机和身份证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。妈蛋，借钱是吧？跑路是吧？毁掉老子的一生是吧？借，老子今天就让你借个够！我假装操作手机，实则悄悄打开浏览器，点开了当年最黑心的那些高利贷网站，号称只要你敢借，他们就敢给。我抬起眼角，瞄了一眼楚梦瑶，只见她脸颊微红，轻轻咬着嘴唇，好像有点被自己感动到的样子。我举起手机，光明正大的对着楚梦瑶拍起了照片。杜哲，你拍我干什么？转账的金额太大了，银行要看看是不是本人在操作。我满嘴胡诌道，然后又假模假样的对着自己拍了几张照片。楚梦瑶见我一副认真的样子，根本就没怀疑我。原来杜哲是真心借给我钱的，也不枉自己给他铁了3年的机会。梦瑶，你重复一遍，我在此郑重承诺，我就是楚梦瑶本人，身份证号，我录个视频之后钱就能到账了。楚梦瑶一听到钱要到账，喜出望外，连忙照做。我录完了视频，嘴角勾起一抹邪笑。等了一会儿，100万的贷款便到账了。梦瑶，钱都过去了，你看一下吧。楚梦瑶急忙点开银行账号，里面竟然真的多了100万。她抱着手机，泪眼汪汪道：杜哲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，等我考上电影学院，一定把钱还你。这一刻，他是真的对杜哲的痴情有一点点的感动，而我则忍住眼神中的嗤笑。绿茶背了高利贷还喜不自知，真以为老子还会那么傻？没事儿，反正以后咱们在一起的话，还不还都无所谓。听到此话，楚梦瑶不着痕迹的撇了撇嘴。一个舔狗还想跟自己结婚，做梦！我楚梦瑶的男人一定是家财万贯、风度翩翩的存在，就凭你，哼！等我考上燕京电影学院，就把钱还给你，彻底一拍两散。两人寒暄了一阵后，楚梦瑶就离开了。我转身进了屋子，躺在床上，脸上尽是报复的爽感。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楚梦瑶正焦急地等待着做完手术的母亲苏醒。妈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妈的身体感觉好多了。瑶瑶，你哪里来的钱做的手术？妈，你还记得杜哲吗？杜哲，你学校里那个追你的舔狗。就是他，我问他要了100万，这才凑够手术费。什么？瑶瑶，他有没有要挟你什么？签了什么合同，或者付出了什么代价？你快跟妈说。没有，妈，杜哲他接过我手机，直接就转了100万到我的卡里。真的什么都没有让你做？陈雅的视线落到楚梦瑶的双腿之间，好像在检查什么一样。妈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就是单纯的给了我100万。你怎么老想歪？他不过是一条舔狗罢了。你这样想最好。这3年在学校，他可没少跟你传绯闻，万一耽误你以后成为大明星可怎么办？要不是这次他给了咱家100万，我非得上门跟他说清楚，让他别痴心妄想。什么啊，妈，那是杜哲借给咱家的，我以后是要还的。什么要还？那个死舔狗在你身边死皮赖脸了3年，竟然抠门成这样，连100万都舍不得给你。妈，我将来可是要成为大明星的，要是不还钱的话，以后岂不是就有黑料了？瑶瑶，妈不是说不还，是晚几年再还。你想啊，电影学院可是高消费的地方，你要想成为大明星。陈雅不断地给楚梦瑶灌输着自己的想法，本来楚梦瑶还有点抵触，但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。对啊，那可是100万啊！自己刚上大学，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要是全部用来拼命还钱，怎么可能竞争得过那些有钱有资源的学生？妈说的没错，这100万现在绝对不能还，大不了等我成了大明星，3倍还给他，再拉黑换号，不和杜哲有一丝联系。随后母女2人一同讨论，当即决定，只要高考分数出来能达到电影学院的分数，那么母女2人立马飞往首都。第2天中午，杜哲才起床，他已经想好了，既然重生了，那么他绝对不会再让自己过之前那种穷困潦倒的日子。我有着领先10年的信息差，足够自己挣上花不完的钱了。现在可以去古玩市场看一看，那枚价值300万的路易乔治签名版银元应该还在。我随即便下了楼，四处看了看，朝着一间熟悉的小餐馆走了进去。重活一世的我，反手就用校花的手机帮他刷了100万高利贷，他竟然还激动地感谢我。第2天中午，我来到了一家餐馆内。杜哲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，顺路过来看看你。
我看着眼前的林清明，不禁有些感慨。我们本是青梅竹马，自己成为楚梦瑶的舔狗之后，就很少和她待在一块了。自己被骗光所有钱的时候，林清明和他小姨也对自己十分照顾。杜哲，你就会逗我，又不是小时候了。嘿嘿，青宁，我有点饿了，煮一碗饺子给我吃吧。好，你在这里坐着，我去给你煮。林清明转身向厨房走去，马尾辫晃来晃去，青春靓丽。不一会儿，饺子就煮好了。快吃吧，吃完好上楼继续复习。我夹起一块饺子塞进嘴里，好吃，好久没有吃蓝姨包的饺子了。好吃就多吃点，不够我再给你下。林清明笑盈盈地看着杜哲，他从小就喜欢杜哲，要不是楚梦瑶，他早就向杜哲表白了。两人坐着闲聊了一会儿，林清明便去招呼别的客人了。我一边吃着饺子，一边整理着脑海里的信息。忽然，一道惊呼声从耳边传来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美女，不就是要加你一个微差吗？干嘛叫这么大声啊？就是我们龙哥愿意加你微差，那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要是连这点面子都不给，那这顿饭我们可1毛钱都不给了。三人的笑声越来越大，气得林清明泪眼汪汪。厨房里忙活的兰姨连忙跑了出来，挡在林清明面前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侄女还小，今天这顿饭就当店里请你们了，可以吗？哟呵，本来以为就一个小美女，没想到还有一个。龙哥，这家店以后咱们可得常来啊，样样也是真不赖。肯定得天天来啊，万一人家看上我了，这以后就吃喝不愁了。三人调戏着林清明和兰姨，在这个时代，从来不缺那些地痞流氓。兰姨咬着嘴唇，俏丽的脸蛋气得通红。你们这帮流氓，要是再不走，我就爆沟了。爆沟？我们什么都没干，叔叔也管不着我们。黄毛边说边向兰姨和林清明二人走去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我们想干什么？你们应该是想去见你太奶了。小子，你是哪根葱？信不信老？龙哥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！黄毛刚放一句狠话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我直接掐住喉咙，身子不住的挣扎。立刻道歉，不然你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躺着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求求你们原谅我们。这也配叫道歉？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妈，亲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您饶了我吧。你们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。黄毛三人听见此话，慌张的夺路而逃。林清明小嘴微张，眼里面都是小星星。一旁的兰姨也是眼中充满感激。杜哲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。没事，兰姨，以后他们要是再来，您就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教训他们。谢谢你了，杜哲。兰姨看着杜哲充满阳刚气息的身姿，脸蛋一红，竟然莫名的有些慌乱，连忙移开视线。杜哲，你今天好厉害，竟然一个人就把他们打趴下了。一帮小混混而已。清明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，明天帮我给年级主任请一个假，说我明天不去学校了。为什么？这几天学校讲高考重点呢。那些重点知识对我没什么用了，记得帮我请假。说完我便离开了。当年的高考答案我记得一清二楚，高考根本不是上。下午3点，我来到了古玩市场，一个黑衣青年人左顾右盼，鬼鬼祟祟的从随身的旅行包里掏出来一堆破烂玩意，但是还没等他摆完，就被几个保安给拦住。眼看就要被这群保安给扔出去的时候，一道声音响起：他的摊位费我替他交了，让他摆吧。我掏出100块钱递到了保安手里，保安见有人愿意出这冤枉钱，当下便痛快的同意了。帅哥，这人手里都是些破烂，你看看可以，可千万别买啊。你们说什么呢？我这可都是好东西，值钱着呢。啊，对，几个保安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直接离开了。帅哥，真是多谢你了，看中什么随便挑一件，我送你了。我蹲下身子向摊子扫去，一眼就看见了那枚压在一本老式牛皮书下的银元。果然是他，价值300万的路易乔治的签名版银元。见到这枚银元后，我心中虽然激动，但面上却波澜不惊，随即看了看别的老物件，连连摇头。东西是老的，但没什么用，还是再下去沉淀沉淀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，青年人顿时急了：“哎，帅哥，别走呀！实在不行，咱们买1送1，就算没什么用，摆在家里，不少看起来有点年代感嘛。”随即，杜哲在青年人的介绍下，摆出百无聊赖的样子，随便挑拣了几样东西，顺手把那枚银元也一并拿起。就这几个吧，也算是拿回家让老人怀怀旧。多少钱？青年人低头看了看我拿的东西，笑着说道：“帅哥，都是小钱，就当是你帮我掏摊位费了。”那行吧，多谢了。说完，我直接离开了市场，到了路边拦住一辆出租车，来到了听泉阁。欢迎光临，客人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要见你们老板，你安排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客人，我们老板现在在忙其他的事情。您要是有意向买东西的话，我可以帮您看看，可以吗？我的东西一眼大开门，你还做不了主，带我去见你们老板。听到我口中的专业术语，美女眼神露出一丝惊讶。不好意思，客人，麻烦您跟我来楼上。我点点头，跟着他上了楼梯，来到了3楼的一间小屋，屋内坐着一位中年人。客人，不知道您是要看什么物件？祖上传下来的，想传递一下，给长长眼。中年男子看到那枚银元，眼神便变得凝重起来。他本身就是古钱币专家，一眼就能看出来银元是真的。这银元倒是真的，但这东西一般就是卖个2000左右，按理说还轮不到让我来看啊。中年人脸上露出一丝疑惑，又翻了翻面看了看，忽然头像右下角的一串英文字母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我靠，这竟然是路易乔治的签名款银元！中年人激动的不行，双手都在微微颤抖，就像看着稀世珍宝一样看着他。客人，这件货还真是诚意满满，不知道想卖多少钱？一口价300万。看来这帅哥懂行啊。
中年人有些犹豫，这个价格刚刚好到了边界。他看了看银元，越看越爱不释手，反手斟酌了许久。中年人抬头示意了一下美女，美女点了点头。客人，我需要好好想一下，就先失陪了。等到中年男子离开，我刚想起身到处转转，只见前台美女露出一个魅惑的眼神。客人，您这价钱不是很好卖呀？300万只有拍卖才能出这个价格。我玩味的看着这个媚笑的前台美女，有意思啊，居然想用这种手段来麻痹自己。那你说多少才合适？客人，我可不知道。很快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美女起身去了洗手间，走之前还频频回头看向我。天哪，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！2分半后，中年男子和前台美女一块笑着走了进来。客人，300万国内没这个价。我刚刚和旗下的专家们商议了一下，不知道280万这个价格，您觉得怎么样？重新涂完口红的美女对着我眨了眨眼，魅意十足，好像只要我同意，今晚什么都能给我试的。但我却丝毫不为所动。一个女人而已，跟钱相比，算得了什么？等我赚够了钱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说了300万就300万，听权阁要是收不了，我就去国宝帮看看，他们应该很乐意出这个价钱。听到我的报价，中年男子和前台美女眼神一愣，人直接傻了。合着自己都出了那么大的力，都是白费力气，他怎么能白嫖人家？不是，这都半个小时了，怎么态度还是这么坚决？这时候他不是应该进入圣人姿态，任由自己压价了吗？考虑的怎么样？要是不行的话，我现在就带着东西离开，去国宝帮长眼。我起身就要离开，中年男人顿时急了。别，既然您是真心想传递的，就300万，交个朋友，我收了。随即，中年人立刻开了发票和收据，生怕我后悔似的。10几分钟后，我便走了出来，脸上带着笑意。仅仅1天时间便挣到了300万，这点钱虽然不多，但是作为启动资金已经绰绰有余了。接下来的世界杯才是真正赚快钱、大钱的时候。重活一世的我，反手就用校花的手机帮他刷了100万高利贷，他竟然还激动的感谢我。拿到卖出银元的300万后，第2天一早我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。杜哲，明天就要高考了，今天得去学校领准考证。好，青柠，我知道了。很快2人就到了学校，一进门就看见了一个美艳的女老师坐在办公桌边。杜哲，你们来了。昨天就你没有来听课讲重点，这是老师给你记的，拿回去好好看看。我接过笔记，翻了几页，有点惊讶，笔记上密密麻麻的记录着各种题目。谢谢老师，让你费心了。没事，你们好好复习，备战明天的高考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看着眼前的美女老师，笑着点了点头。随即我和林清宁便向班主任要了准考证，走出了教室。奇怪，杜哲不是疯狂追了楚梦瑶3年吗？怎么现在又跟林清宁那么亲密呢？校门外，林清宁提议等一下去吃些好吃的，我笑着答应了。就在离开前，我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校门口，便带着林清宁离开了。好你个杜哲，本来还以为你对我有多么痴心呢，3天不到就跟林清宁搅和在一块了。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追求，吊了你整整3年，但是你也不能背叛我。就算你知道我将来会成为大明星，你配不上我，可万一你坚持个10年8年的，说不定我真的会被你感动，从而选择和你在一起。看你是怎么做的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另一边，我和林清宁从一家小吃店一同走出。他家卖的好贵啊，竟然让你花了40多块钱，而且味道也没比其他家好上多少，以后再也不吃了。看着林清宁后悔心疼的样子，我不禁有些想象。才40多块就心疼成这个样子，要是让他知道自己手里有300万，还不知道会震惊成什么样子呢。没事，钱就是用来花的嘛，花完了再赚。我伸手揽住林清宁的肩膀，弄得他满脸通红。走吧，该回去了，明天还要考试呢。等一下，杜哲，我拍个照片。又没有风景，拍照干嘛？林清宁白了我一眼，柔软的身子向我靠了靠。今天可是你3年来第一次和我出来吃饭，当然要拍照留念一下呀。随即林清宁咔咔咔拍了20几张照片，美滋滋的选着里面最好看的几张，我不禁有些忧伤。原来对于林清宁来说，自己竟然这么重要，当年真是瞎了眼，放着好好的清宁不要，却选择了追荐婊子楚梦瑶。我看着还在选照片的林清宁，她的手机还是2年前的小麦1代手机，屏幕上都有好几道裂缝，我一把直接抢过手机。杜哲，你干嘛呀？走，去给你换一部最新款的手机。我强拽着林清宁直接来到了一家iPhone手机专卖店内。杜哲，我的手机还能用。再说了，我怎么能花你的钱？咱们还是快走吧，明天还要考试呢。说完，林清宁便要拉着我回家，我反手一用力就把林清宁扯到了胸前。不行，你那个破烂手机还用啥用？今天必须换一部新手机。林清宁脸蛋通红，整个人都晕乎乎的。怎么办？他好霸道啊！但是我好喜欢。欢迎光临，2位需要买哪个型号的手机？我往柜台扫了一眼，里面几乎都是 iPhone 5，售价5288起。给我拿3台 iPhone 5S， 都要32G 的。店员听到我一口气要3台，内心兴奋不已。好的，先生，3台可以给你优惠一点，只要17000就可以了。我点了点头，17000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可旁边的林清直接被吓坏了。杜哲，太贵了，没必要买，咱们快走吧。没事，现在我可不差那点钱。可是要1万多呢。帮我打包吧，钱我支付宝转你。好的，客人。随后2人从手机店出来，林清宁还沉浸在刚花出去那么多钱的震撼中。另外一个，你拿回去给兰姨，就说是我送的。那怎么行？但是这一步我就还不起了，不能再要了。不用你还，就当是我提前送你的高考礼物。林清宁唰的一下，脸更红了，迷迷糊糊的就被我拉着往家的方向走去。而在远处的楚梦瑶双目喷火，整个人抓狂无比。
杜哲竟然买那么贵的手机送给林清明，还一下子送我2部，追了我3年都没有见送我1部 iPhone 手机。杜哲，你等着吧，你那100万我非得拖你个7年8年，让你哭着求我还钱。到家后，我换了一身衣服，便打车去了市内最大的驾校，准备把驾照考下来，便于后面买车。你们这里学驾照是怎么收费的？小伙子，你来早了，过2天才有你们学生的优惠价呢。不用优惠，我要报你们这里最贵的班，多久能拿到驾照？工作人员听到我要报最贵的班，眼神一愣。最贵的至尊 VIP 班15800，最快的话1个月就能拿证。我听后摇了摇头，10年前的超大型驾校几乎都有自己的特殊路子，一条龙服务。我直接拿出手机，亮出手机的余额。工作人员看着手机上的余额，直接惊呆了。我说一个数，1周我交3万，到时候我要看到驾照。我靠，这帅哥绝对是富2代，自己这次赚大发了。当然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帮您办手续。在工作人员一通操作之下，杜哲样样几乎都是满分通过。高考完后就能拿到驾照，很快就到了7号早上高考的时间。杜哲，清明一定要加油，争取今年都考上一个好大学。兰姨，您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妈，我们就先进去了。随即，杜哲和林清明便一块走去了考场。很快，时间一点一滴过去。知晓答案的杜哲每次考试都是第一个走出考场，更是开启了控分模式，将每一科的分数控制在合理的分数线。几天后，高考结束，杜哲满身轻松地走出一中的大门，冷冷一笑，拿起手机给楚梦瑶发了一条消息：梦瑶，感觉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应该能考上电影学院。那就好。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？手机那头的楚梦瑶见我这么快就问她母亲的病，还以为我是想让她快点还钱呢。我妈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，就是还需要住院疗养一段时间。治得差不多了，那就是说差不多该跑路了。前世你们跑得掉就算了，这一世给你背上了100万的高利贷，有那些收贷的人随时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，看你能跑到哪里去。好好照顾你母亲，相信她很快就能康复的。我回复一句后，便往家里走去。手机那头的楚梦瑶有点惊讶，还以为我是来催她还钱的，结果一句钱的事情都没有提。也对，杜哲当时那么豪爽，肯定没把这笔钱放在眼里。再说了，他都背叛自己，跟林清明混在一起了，哪里还有脸问我要这100万？杜哲，是你不提出还钱的，可不是我楚梦瑶不还。等我成为大明星，一定要让你后悔你的选择。重活一世的我，反手就用校花的手机帮他刷了100万高利贷，他竟然还激动地感谢我。时间很快过去，今天世界杯正式开始，赚大钱、派钱的机会来了。我坐在电脑前，打开桑巴世界杯的网页，看着上面列着的一组组赛程，开始和脑海中的信息一一对比。总共32支参赛队伍，先进行小组赛，随后出现竞争1/8决赛。揭幕战是桑巴队和格子军团，比分我记得是3-1，先压比分吧。200万买桑巴3-1格子军团，100万买桑巴队2-1，这样既不会显得太夸张，又能一本万利。我拿着手机直接下注了300万。终于临近4点的时候，揭幕战正式拉开帷幕。奥利希向前推进，队友跟上，有点慢了。桑巴队马塞洛上前解围。哎呀，马塞洛不慎把球碰进自家球门了，无龙球，格子军团率先拿下1分。我看了好一会儿，开始还有点意思，后来就有些疲惫了。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随着解说大喊一声3-1，桑巴队拿下比赛的胜利，我才轻呼了一口气。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支付宝上的菠菜页面，嘴角露出一丝浅笑。下注了200万，桑巴队3-1格子军团，赔率是7.6%，那就是1000多万。明天我就是千万富翁了。我走进卧室，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中午醒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支付宝，上面写着一串数字155207155，1552万。相比于前世在战场上打生打死才挣到的那几百万，果然掌握信息差才能赚大钱。这还只是开胃小菜罢了，最赚钱的还是半决赛的时候，桑巴队踢战车队7-1，6500倍的惊天倍率。虽然国内不会高到这么离谱，但是也绝不会拉开太大差距。那时候才是自己一步跨越阶级的时候。另一边，楚梦瑶穿着一身名牌衣服，身上微微有一些酒气，很晚才回家。瑶瑶，你可是要成为大明星的人，以后离酒吧远一点。放心吧，妈，我是和同学一块去的 KTV， 没去酒吧。今天楚梦瑶和闺蜜们一块去了 KTV 唱歌，她们都对楚梦瑶身上的名牌衣服和 iPhone 5羡慕不已，这可把楚梦瑶高兴坏了，一直喝到现在才回家。瑶瑶，妈的胸口今天感觉有些疼，你能不能给妈点钱，让妈去医院看一下？楚梦瑶听到要钱，咬了咬嘴唇，有些犹豫。要钱？我哪里还有钱？这几天为了买名牌，已经花去10万块钱了。要是再去医院看病的话，那自己上大学之后的资金就又少了，那不就会影响自己成为大明星吗？妈也不知道想想我的未来。妈，您除了胸口疼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就是胸闷隐隐作痛，睡觉不舒服。一听母亲的病状并不严重，楚梦瑶终于松了口气。妈，没事儿的，肯定是因为刚做完手术没多久，身体还有点虚弱而已，只要多注意休息，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，马上就恢复了。说的也对，可能是妈多想了。瑶瑶，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妈在锅里还给你熬了汤呢。我不吃了，今晚有点困，我回房间睡觉了。说着，楚梦瑶便走进了房间里。陈雅在外面郁闷不已，总感觉自己女儿自从高考完，不仅夜不归宿，而且每天回到家之后就是钻进屋子。唉，算了，等瑶瑶考上大学，成为大明星之后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待陈雅说完话，直接晕倒在了沙发上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。医生，我妈的病多久才能治好？还需要多少钱？还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大概10几万左右吧。楚梦瑶听到还需要10几万，直接愣住了。
10几万，我手里一共才20万，要是继续治病的话，那岂不是要花光我手里的所有钱？瑶瑶，妈这是怎么了？随即楚梦瑶将她昏倒以及医院后续治疗的事情说了说。陈雅一听自己的病还需要10几万才能治好，眼神也是暗淡下来。瑶瑶，妈的病不着急治，你先上学，等你成了大明星，有钱了再给妈治病。妈，我问过医生了，后遗症只是小问题，死不了，你放心吧，过2天成绩就出来了，我一定能考上燕京电影学院，成为娱乐圈的大明星，到时候我给你请最好的医疗团队给你治病。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孝顺，陈雅美眸含泪，真是妈的好女儿啊，这么多年没有白疼你。这几天世界杯的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着，就在昨天我直接压了400万，在战车队 vs 葡萄队4比0的那一场比赛上，足足达到了34倍，加上其他比赛赢的，现在余额一共有5000多万。眼下世界杯是没问题了，接下来是时候考虑一下更长远的发展了。自己接下来肯定是选择滨海大学，以后也会在滨海常住，也该去一趟滨海市了，毕竟房产也是一个暴利的行业。第2天一早我便打车来到了房产中心。您就是杜哲先生吧？我是明珠房产的销售田杏梨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杜先生，您是要先去看一看现房，还是要……田杏梨边说边挺了挺胸膛。这里的风景太大了，还是带我去看看现房吧。听到此话，田杏梨才仿佛后觉后知一般，连忙捂住了胸口。杜先生真会开玩笑，我这就去开车，麻烦您等一下。距离现房的位置足足有20公里，我坐在副驾驶上，欣赏着沿途的风景。田小姐已经结过婚了？还没有呢，杜哲先生，只是订婚而已，明年或者后年才结婚呢。哦，你未婚夫也在滨海工作吗？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，他在老家开了个小超市，一个月能挣个2、3千。我让他和我一块来滨海，可是他就是舍不得家里的超市，没办法，我还是只能一个人在滨海打拼，等攒够钱了，就回老家好好过日子。我看了看田杏梨身上那明显价值不菲的衣服和首饰。在滨海这样的发达城市里，见识过无数上流社会的名场面后，有几个人能坚守本心，赚够钱就回老家和未婚夫结婚的？也许有，但像田杏梨这样漂亮、有资本的女人绝对不会。很快，车子便停到了一片较为清静的区域，小区后面还有着一大片的荒凉废地。杜先生，您看这套房间现在也是极其优质，1梯2户，南北走向，房间也是精装过的，总面积180平方，还有独立的阳台衣帽间。您看外面的那片空地，听说将来几年要建医院，后续房子肯定会涨价，所以您现在买下来，肯定是只赚不亏的。可是我怎么听说那医院已经好几年了，都没有审批下来呢？听到此话，田杏梨有些尴尬。当初这栋楼开盘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是冲着医院即将建成才来买的，但是已经过去了5、6年了，迟迟不见审批下来。田小姐，目前房价是多少？啊，房价。田杏梨刚刚被拆穿话术之后，还以为杜哲已经不想买房子了，竟然问起了房价。现在的最低价格是12900一平，要是杜先生你诚心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做主12500一平，您看怎么样？12500一平，那么一套房大概就是220万左右。自己手里现在还有5000多万，这一片以后会改成学区房，这小区几栋楼的房价会直线飙升，绝对是稳赚不赔的生意。一旁的田杏梨见我半天不回话，不由得有些着急。杜先生，这样吧，您要是觉得还不行的话，我可以做主，送您一个地下停车位，还有晚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可以吗？田杏梨满脸通红的看着我，我有点惊讶，自己还没说话，竟然就直接白嫖了一个车位。要知道学区房的政策下来后，这里一个车位的价格也飙升到了10几万。你还别说，现在的销售为了业绩还真敬业，一个公交车罢了，不会真有人看得上吧？这样吧，11000一平，每套送一个停车位，给我来20套。听到我要20套，田杏梨整个人都呆住。我没听错吧？他要买20套，那可是4000万啊！看到田杏梨又是惊讶又是怀疑的眼神，我也知道他似乎不是很相信自己，于是直接拿出手机亮出了自己卡里的余额，手机上的一连串数字直接将田杏梨吓了一跳。5000多万，杜先生，我看到您的第一眼就知道您绝非常人，真的是太有实力了。我现在就去把所有合同都拿来。不一会儿，田杏梨就拿着合同过来了。我扫了几眼合同，确认没什么问题之后，便直接在上面签了字。不过4000多万而已，等到建立学校的政策一出，自己反手就能挣得10倍以上的利润。签完合同付了定金后，我就打车回家。离家还有10几公里的时候，手机里便传出来林清宁带着惊恐的哭声。杜哲，有一群人围着我们，我好害怕，你能不能来救救我和我妈？